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被起诉后，才发现我们竟忽略了那么多，那些年程毅怎么熬过来的？不是欢瑞的霸气回复，谁能知道看似光鲜的诚毅那些年竟独自承受了这么多？谁能想到一个解约将近10年的前公司，竟然还有脸出来叫嚣要求赔偿？看着前公司的满纸荒唐言，诚毅的众多粉丝都为他愤愤不平。诚毅的一些老粉更是列出了前公司的种种罪状，这些密密麻麻的字眼，诉不尽诚毅在尚未成名前被压榨、网暴甚至雪藏的各种事实。所幸他挺了过来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偶像和实力兼具的艺人。在那些被打压的黑暗日子里，诚毅到底遭受了什么？他又是怎么浴火重生，一步步走到我们面前的呢？毫无水花，无奈解约。2015年的秋天，演员诚毅正式和经纪公司解除了合约。虽然这次解约的过程并不是那么容易，但他总算离开了这家并不适合自己的公司。解约后的诚毅走出前公司门口，一时间百感交集。他的心情是复杂的，自己尚未毕业就签约在这里，从21岁到25岁，4年最好的青春年华都留给了这家公司。但这4年对诚毅而言是并不愉快的4年。诚毅回想自己第一次出现在荧幕中是在大4，虽然只是在古装电视剧《唐宫美人天下》中饰演一个小角色，可他真真切切获得了演戏的快乐。此时诚毅的前经纪公司刚刚成立不久，通过这部剧发现了诚毅这个娱乐圈的潜力股，迅速把刚刚毕业的诚毅签到了门下。从小热爱表演的诚毅以为自己有了施展拳脚的机会，谁曾想到这家公司会让他大失所望。之后的几年里，公司给诚毅安排了大大小小的角色，但这些角色并不适合诚毅。时间很快来到2015年，已经入行4年的诚毅深刻地意识到公司存在着很大的问题。这家公司不仅业务能力堪忧，而且过度控制艺人，方方面面都限制了他的发展。在公司的这4年里，诚毅不得不遵循公司给出的硬汉人设，跟着公司错误的发展路线去拍不合适的角色。而且公司不允许诚毅主动去接触各类剧本和商务代言，没有给他配备专业的团队，他几乎没有享受到签约应有的待遇。这宛如提线木偶一般的4年让诚毅无法忍受下去了，于是诚毅主动找到公司，对于他今后的发展方向进行讨论。面对诚毅的需求，公司显然没有放在心上，只找了一个无法做主的中层管理者去敷衍诚毅。面对诚毅想摆脱人设和主动接戏的要求，中层管理者表面应和，说要和高层详细汇报以后再做决定。诚毅忐忑地等着公司的回复，他期待公司可以正视自己的需求。可最后等来的是高层的拒绝和警告，你老老实实听公司的安排就好，不然以后你连这些戏都没得拍。这样的态度让诚毅彻底心寒，他难以接受当初的识人不清让自己在这样的公司被困了整整4年。诚毅深知再留在这样的公司，对自己的事业不会有任何帮助，因此他果断选择了解约。公司还想挽留诚毅，于是又给了诚毅一堆口头承诺，但诚毅并没有被这些空口承诺迷惑，他坚定地对公司领导说：“我去意已决，谢谢公司的栽培，但我有自己想走的路。”公司见诚毅态度坚决，而且认为诚毅身上无利可图，就同意了他的解约。恢复自由身的诚毅打算自己主动出击，寻找合适自己的剧本和角色。屡败屡战，得遇伯乐。没有了公司支持的诚毅在娱乐圈可以说是寸步难行，没有代表作的他屡屡碰壁，合适的角色根本轮不上他。诚毅辗转不同的剧组，
面对了很多导演们的冷言冷语。有一次，程毅去一个剧组面试，剧组的导演见他没有公司，对他非常不客气，直接对程毅说：“你不适合做演员，这辈子你都不应该做演员。”听到这样的话，程毅如遇雷击，信心严重受挫。他想，为什么这个导演会说这样的话？自己是真的不适合成为演员吗？一直以来，自己都认为自己是合适的。自己不仅从小就可以惟妙惟肖地模仿电视上的人物，而且在高考很顺利的就考上中央戏剧学院。难道这一切都是徒劳吗？就在此时，制片人邓锡斌老师给了程毅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。紧急筹备青云志的邓锡斌无意间在电视上看到了程毅以前的作品，他认为程毅适合青云志其中的一个重要角色。于是邓锡斌联系到程毅，在电话里对程毅说：“我看了你以前的作品，认为你适合我目前筹备的一个角色，你愿意来试戏吗？”听到此话的程毅欣喜若狂。邓锡斌的大名对于演艺界的程毅来说，简直是如雷贯耳。他激动地回复道：“谢谢您，我愿意的。”收到剧本的程毅很快就读了起来。林惊羽这个角色简直太适合他了，他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程毅把所有精力都放在角色上，反复磨练台词，对着镜子练习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程毅试戏成功，迎来了他演艺事业的第一个转折点。无依无靠，饱受打压，程毅对于这部剧非常看重。拍摄期间，他付出了极大的努力，无数个吊威亚的日日夜夜，让本就单薄的他更加瘦弱，但他甘之如饴。经过长期的拍摄和后期制作，众星云集的《青云志》终于要在2016年暑期播出。庆祝《青云志》首播的宴会上，程毅和各位主演们站在台上，等着最后一起切蛋糕。蛋糕个头很大，按理说每个主演都该分到一把塑料刀去切蛋糕，但偏偏只有程毅没有拿到工具。对于工作人员的忽略，一开始程毅并没有放在心上，他单纯的以为就是少了一个工具。于是程毅举起手向工作人员示意自己没有小刀，但是在场的工作人员并没有理会他。马上就要切蛋糕了，程毅只能双手空空的尴尬地站在原地。所幸一旁的赵丽颖及时发现，让程毅和他一起拿着小刀切蛋糕，这才化解了尴尬。活动结束后的程毅回到休息室，他呆呆坐在椅子上，回想起刚刚台上被忽略的一幕，心里很是难受。原来没有公司和不红竟会受这么大的委屈。但程毅很快又振作起来，他相信凭借这部剧自己可以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。青云志的热播让程毅收获了一定的知名度，其中精彩艳艳的林惊羽吸引了观众的视线，程毅通过这一角色崭露头角，给屏幕前的观众带来了深刻的印象。娱乐圈就那么大，没有公司又刚刚冒头的程毅自然成为多方打压的对象。为了阻止程毅知名度的上升，他优秀的表现却遭到了有预谋的网暴。在剧集播出期间，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冒出有关程毅的黑热搜，诬陷他家系和撕连粉丝的言论沸沸扬扬。没有公司庇护的程毅自然深陷口诛笔伐的舆论之中，他百口莫辩，威逼利诱，绝不妥协。就在程毅陷入舆论困境的时候，前公司突然找上了他。程毅本身和前公司不欢而散，自然不想和前公司的人见面，但前公司的人直接找到程毅的临时住所，他无奈只能和他们谈谈。这次前公司派来了他们的高层去见程毅，高层满脸堆笑，一开口就让程毅重新签约，回到公司。程毅看着高层的嘴脸，心中暗自发笑，自己以前在公司4年，包括解约的时候都没见过这位高层。当初我想和你们好好谈，你们爱搭不理，看不上我，如今我有了点水花，竟然亲自找上门来。
程毅直言拒绝，我现在挺好的，不想再回去了。高层听了程毅这样的话，又说了很多优厚的条件，试图打动程毅。高层甚至表示可以立马拿出一份对程毅极为有利的合同表示诚意，但程毅又怎么会被诱惑到呢？他已经彻彻底底看清了前公司踩高捧低的公司，他不会再去第二次。程毅无意再听他的许诺，于是下了逐客令。这名高层见程毅油盐不进，恼羞成怒地指着程毅说：“我就看看你离了我们公司，还有谁敢签你？你等着瞧！”解约许久的前公司见利诱不成，便一直纠缠程毅有关合同上的各种问题，这让无依无靠的程毅难以顺利签约其他公司。与此同时，前公司还在网上煽风点火，让有关程毅的各种不利言论愈演愈烈。程毅每次打开社交媒体，几乎都会在热点上看到有关自己的无稽之谈，更有甚者在他的微博和私信留言中各种辱骂，让他滚出娱乐圈。这一切都让程毅十分无力，但他还是没有放弃，只是默默承受着来自各方的压力。无戏可拍，萌生退役。前公司和程毅一直纠缠不清，这时候的他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。程毅从拍完《青云志》以后，就一直积极地寻找新戏，可没有签公司的他处处碰壁，加之行业间的打压，程毅无戏可拍。这样的状况是程毅无法预料的，他一次次努力换来的都是被剧组婉拒的消息。此时的程毅已经27岁了，27岁是很多同龄人成家立业的年纪。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适合继续待在娱乐圈拍戏，怀疑自己一直以来的坚持是否有意义。加上长时间的网暴，程毅精神压力一度大到彻夜失眠，需要药物来帮助自己入睡。程毅在这样消极的情绪下，认为自己不值得被粉丝喜爱，冲动之下甚至解散了自己的官方后援会。带着这样的怀疑，程毅回到了家中休整自己，一边在陪伴父母家人的同时思考自己未来的道路。家庭是最温暖的港湾，程毅这些年在外拍戏很少回家，在这段时间体会了家庭的温暖后，他再次萌生了退圈的念头。有一天在吃晚饭的时候，程毅突然对家人说：“我想退出娱乐圈，不想再拍戏了。”听了程毅的话后，他的父亲和母亲对视了一眼，他们知道儿子这段时间遭受了很多不公，但为了不让他们担心，却一直没有和他们倾诉。程毅的母亲对程毅说：“我们知道这段时间你辛苦了，无论你退不退圈，我们都会支持你。但你要问问自己的心，你真的要放弃吗？”一旁的程毅的父亲没有说什么，只是用鼓励的眼神看着程毅。家人的安慰和支持让程毅非常感动，他扪心自问，自己确实热爱表演，也确实不甘心退出。就在这段时间，后援会被解散后人心惶惶，迟迟没有程毅消息的粉丝们正在社交媒体上翘首以盼着。程毅打开许久没有登录的社交媒体账号，看到了许多粉丝们的留言，一条条消息都是粉丝们对他的支持和关爱。看着这样温暖的话语，程毅又再次有了前进的动力。他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，他还有家人和粉丝的支持和陪伴。程毅知道粉丝们还在等着他，于是他久违的在粉丝群里发言。程毅知道大家关心自己的近况，于是告诉粉丝：“我现在回家休息呢，陪陪家人，也顺便计划接下来的工作。”同时，程毅也对粉丝表示了关心和鼓励，希望上学的粉丝们好好学习，上班的粉丝们认真工作。接下来，程毅感谢粉丝的支持，并且表示自己接下来会继续好好拍戏，回馈粉丝。最后，他在粉丝群里说：“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”程毅重新振作起来，他要拼尽全力重返娱乐圈，不破不立，大器晚成。下定决心重返娱乐圈的程毅，第一步就是要摆脱前公司和各路的打压。
经过深思熟虑，程毅找到了邓锡斌老师寻求帮助。程毅对邓锡斌老师说：“邓老师，我还想继续演戏，当个好演员，请您帮帮我。”邓锡斌老师深知程毅这些年来的不易，他对程毅说：“你是个好孩子，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出成绩来。”于是邓锡斌牵头，程毅加入了欢瑞。欢瑞是娱乐圈知名公司，旗下有着知名导演、编剧和艺人。签约在这样正规的大公司，程毅很快就有了靠谱的剧可拍。2020年《琉璃》一经播出就饱受关注，由程毅饰演的深情冷峻的男主雨丝凤获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，程毅也因此迅速成为炙手可热的新晋流量。爆火后的程毅在接受采访时仍然保持着谦逊的态度，他说：“人被环境改变了心态和脾气，这是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。但我也有一些始终没改变的地方，就是对角色的态度。”程毅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态度，与当年他受到的冷遇是分不开的。只有经历过低谷的人才会珍惜如今拥有的一切。而立之年的程毅终于红了，这一切证明了他这么多年以来的坚持是正确的。程毅凭借自己的努力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。这些年程毅身价水涨船高，演技上也有极大突破，完成了偶像派到实力派的成功转型。很多人只看到程毅的成功，不知道他这些年一路走来的诸多不易，直到这次前公司的恶意起诉，大家才略微窥得程毅过往的种种辛酸。但他是一个真正顽强的人，是艰难困苦无法击垮的人，他值得大家更多的关心和爱。